公主，你我此生终究皆是错付。你赠我一世荣华，亦困我半生囚笼。我不恨你，却从未倾心于你，岁岁纠缠，到头不过两败俱伤。若有来生，唯愿你我陌路殊途，不复相见。回陛下，臣以为治国之道在于得民心。如何得民心？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这不依书生才华横溢，真乃国之栋梁啊！父皇，儿臣求父皇赐婚，将新科状元楚墨卿招为驸马。胡闹！祖制规定驸马不得入仕，你这岂不是断了他的前程？儿臣不管，儿臣只要他。世人皆宴携楚墨卿攀附金枝，可只有楚墨卿知道，这座金碧辉煌的公主府是困住楚墨卿一生的牢笼。我倾尽所有对楚墨卿好，可楚墨卿始终淡漠疏敛，是我的一意孤行，毁了楚墨卿实在苦读换来的前程。我爱楚墨卿，爱到甘愿背负所有非议，明知是错也不愿放手。我和楚墨卿就这样在这牢笼里相敬如宾的耗了几十年。透着般的冷重，忽越过枝头。这场始于我一厢情愿的姻缘，终究是两败俱伤。若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这般偏执，我再也不要困楚墨卿前程，误楚墨卿一生。公主，你醒醒！公主，你醒了吗？不是我的公主府，而是张乐宫。陛下派安公公催了好几趟了，宫宴吉时快到了，再不起身梳妆，可就要误了时辰了。公主，您昨晚睡得沉，奴婢没敢叫醒。这都快午时了，陛下那边都遣了3拨人过来，再迟些，怕是要惹陛下忧心了。宫宴？什么宫宴？我的好公主，您怕是睡糊涂啦。今日正是新科状元簪花游街赴宫宴谢身的日子。您前几日还天天念叨着要去看热闹呢，怎的一醒就全忘了？新科状元是何人？好像是位姓楚的大人，听说出身寒门，又才高8斗，是陛下钦点的头名状元呢。楚墨卿，是楚墨卿，我竟然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18岁这年，回到了尚未犯下大错，尚未毁了楚墨卿一生青云路的时候。原来命运真的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嫣儿，快过来！怎的才来？可是睡过头了？上一世，我把这份沉甸甸的偏爱视作理所当然，肆意挥霍。父皇母后离世，我都未能好好尽孝。重来一次，我不要再困于那场无望的痴恋，我要好好陪着父皇母后，看着大景安稳兴盛，更要远远避开楚墨卿，放他奔赴青云，也放自己一身自在。新科状元楚墨卿协同榜眼探花，并诸位新科进士上殿觐见。
这个人，我与他共度生活数十载，在漫长岁月里，一点点搓磨光了彼此仅剩的温情，到最后，只剩一地悲凉。我明明发誓这一世要离他远远的，再不沾染半分。可此刻，再一次亲眼见到这般意气风发的他，心脏还是不受控制的，轻轻乱了一拍。前世那句不负相见还刻记在心上，那些被搓磨的冰冷空寂，我都记得。这一世，我只是想守着家人，安稳度日的昭元公主。好，诸位新科进士皆是我大景栋梁，日后定当为国效力。微臣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负陛下隆恩。这新科状元温润有礼，气度不凡，真是不错。这新科状元模样气度倒是出众，难怪前几日你总念叨着要考。儿臣前几日只是随口一说，如今瞧着也不过是寻常臣子罢了。我的言儿本就金尊玉贵，眼光自然要高些，要配也当配这世间最好的儿郎。母后，儿臣不想旁人。往后，臣只想好好陪在父皇母后身边，日日承欢膝下，便足够了。你这孩子，净说些孩子气的话。父皇母后能护你一时，岂能护你一世？终归是盼着你能寻个真心待你的人，一生顺累无忧。有父皇母后在，儿臣便已是顺遂无忧了。至于真心待我的人，我上辈子已经试过一次了，这一世我不想要了。微臣以为，治国当以民生为本，宽徭薄赋，方能四海承平。说得好，条理清晰，见解务实，不骄不躁。这般耀眼夺目的模样，与后来在公主府中日渐沉默寡言、满身疲惫的你，真是判若两人。楚墨卿，这一世我放过你，我不做你的牵绊，不困你于方寸宫墙，不耗你于无望婚姻，不毁你的青云。你尽管展翅高飞，去做你本该成为的光芒万丈的楚大人。新科状元楚墨卿才思敏达，策论切要，受翰林院修撰，从六品，即日上任。父皇万岁！臣谢陛下隆恩。翰林院清贵要地，是你日后入阁拜相的必经之路，这是你该有的起点。这一世没有公主驸马的束缚，你终于可以顺着才华一步步走上去了。父皇母后，儿臣觉得殿内气息闷阻，实在有些坐不住了。儿臣想去外面透透气，先行告退。唐谨言，你重活一世，万千宠爱在身，眼前皆是大好河山，安稳岁月，万万不可再被楚墨仙牵动心绪，蹉跎了这来之不易的重生。微臣见过公主殿下。你是？看着倒是面熟。微臣徐廷义，此次科举位列榜眼，见过昭云公主。徐大人免礼，本宫不过是离殿散心，徐大人自回宴席便是，免得耽误了宫宴。微臣见公主独自在此，身边无一人随侍，恐有不妥，故此多留了几分心意，并无他意，还望殿下莫怪。无妨，本宫身边自有安排，不劳徐大人挂心。既如此，臣便不打扰殿下清静，先行告退。上一世，我满心满眼都是楚墨卿，与这位金榜题名的榜眼，自始至终没有半点交集。如今改了前路，避开前世的劫数，果真遇上了全然不同的人与事。
只是这锦鲤终究还是被困在皇家池院里，逃不开这方寸天地。公主，快来人啊！公主落水了！楚墨清，旧路一改，避开前世劫数，见全然不同的公主，别怕，臣带您上去。只是这池中抓紧臣，千万别松手。徐大人，你还要愣到什么时候？快拉公主一把！是，公主恕罪，微臣得罪了。太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废物！陛下，昭元公主已然转醒，太医诊治过，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惊，染了些许风寒，静养几日便好。你们二人皆在御花园，公主落水一事究竟是何缘由？如实道来。回陛下，微臣见公主独自离席，身旁无宫人随护，恐公主有失，便暂且跟上。微臣与公主略作交谈，得知公主只想静心散心，微臣便不敢多扰，当即告退。可微臣刚行不远，便听闻落水惊呼，连忙赶回，一切皆是微臣护驾不周，还请陛下降罪。回陛下，微臣见徐大人紧随公主而去，臣与徐大人同科，恐其失礼于公主，便远远随上。不料刚到御花园，便看到公主落水，来不及通报，当即越水施救。微臣护驾不力，罪该万死。你二人虽非宿卫，却能心系公主安危，也算有心。今日之事，非你等之过，暂且起身，一旁候着。谢陛下。公主在宫中无故落水，绝非意外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安查今日御花园所有值守侍卫、宫人、校宴，凡有可疑之人，一律拿下审问。陛下，臣有一言启奏：公主今日落水，新科状元奋不顾身下水相救，危难之中忠勇可嘉。只是水中施救，难免有肌肤之亲，且此事众目睽睽，朝野皆知。依我大景礼制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公主金枝玉叶，名节为重，还请陛下早作决断，以全公主清誉，以安朝野人心。这楚墨清有勇有谋，确是难得的人才。他出身寒门，无家族势力依照，若真将他指为驸马，既全了公主名节，又不会酿成外戚干政的祸患。只是公主婚嫁非同小可，楚清舍身救驾，忠心可见。至于公主名节，关乎皇家体面，更涉礼制伦常，此事朕自有定夺，不必在此多议。楚清方才落水受寒，且先退下休养，待朕传召，再行觐见。其余朝臣各司其职。御花园落水一案，待彻查结果呈上，朕再作处置。退下吧。退朝。微臣谢陛下隆恩。随我回府。是，父亲。
母后，母后在，你可算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母后，女儿无事，就是身上有些冷，头也昏沉沉的。无事便好，方才母后可是吓坏了，快与母后说说，究竟是何缘故竟失足落湖？是下人服侍不周，还是有人冲撞了你？母后，不是我自己失足，是有人从背后推了我一把。你说什么？当真有人蓄意害你？你可看清那人是谁了？我没回头，不知道是谁，只觉得后背被人推了一把，整个人就栽进湖里了。我的言儿受苦了。你放心，母后与你父皇必定彻查此事，定要将这胆大包天的歹人揪出来，给你一个交代，绝不让你白白受此惊吓。今日多亏那位楚状元奋不顾身越水救你，若再晚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楚墨卿，我明明打算避开所有与他相关的机缘，只想放他顺lợi一生，也让自己远离前世的遗憾，可偏偏是他救了我。母后，那他如今如何了？他无碍，就是刚刚差点被那些老臣逼得成了驸马。驸马？那帮老臣一口一个男女授受不亲，他当众越水救你，便纷纷相助，要将他册为驸马。他寒窗苦读才有了今日，怎能用驸马之名困住他的前程？言儿，母后，女儿的意思是，婚姻大事岂能因一次相救便仓促定下？女儿将来的驸马，必得是真心倾慕、两情相悦之人。这般以礼法相逼而成的婚事，对他对我都不公平。所以你父皇并未当堂决定，只说此事容后再议，暂且压下了朝臣的议论。言儿，你方才反应那般激烈，可是心里还有别的打算？母后，女儿只想寻一个真心待我、能懂我心意的人。楚大人他心怀天下，前程似锦，不该被驸马的身份缚住手脚。言儿长大了，竟还先替旁人思量起前程来。你既有这般想法，母氏记在心里便是。陛下本不愿委屈你，更不愿耽搁了寒门才子的仕途。只要你心意坚定，这婚事便由不得朝臣乱做主。多谢母后。好了，你刚醒过来，身子虚弱，先安心静养，别的事自有母后和你父皇做主。楚大人他心怀天下，不该被驸马的身份驻住手脚。这句话我说的真诚，可我心底深处还是藏着对他的愧疚，甚至还有那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敢细想的爱意。我怕承认，更怕这份心意再次把他拖进万丈深渊。楚兄，方才听闻灵德殿上，朝臣们险些便要陛下将公主殿下指婚于你。不过是朝臣居于礼法的议论，陛下并未公允，此事作罢便是。可那是金枝玉叶的公主，若是真能赐婚成了驸马，多少人求之不得。楚兄，你竟半点不动心？我楚墨卿寒窗苦读，为的是师长抱负，并非攀龙附凤。何况公主金尊玉贵，自有她的归宿。我一介寒门书生，不敢高攀。老爷今日好大的火气，快闭嘴，小心惹祸上身。滚进来，把门关上。今日之事，你可知错？儿子不知，还望父亲明示。今日宴席之上，我特意让你紧随昭元公主离席，你当真不明白为父的用意？公主落水之事，是您安排的。安排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大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却眼睁睁看着它落进了旁人手里。父亲的意思是让儿子趁公主落水之机出手相救，顺势博得圣心，拿下这门婚事。父亲，
我是徐家庶子，我生母不过是府里最普通的丫鬟。在这规矩森严的大院里，我们受尽了多少冷眼与轻视。姨娘为了我能读书，低三下四求了您无数次。我数十载挑灯夜读，从不敢有半分懈怠，一路考上榜眼，只为凭本事站稳脚跟，让姨娘不再受委屈。可您从没把我的努力放在眼里，您连一句招呼都不打，就把我当成攀附皇权、稳固权势的棋子，肆意摆布，全然不问我愿不愿意。不然呢？为父一切都准备妥当，桩桩件件都盘算得万无一失。可你倒好，偏偏错失良机，让那楚墨卿抢了先。若不是陛下压下了朝臣的奏请，如今准驸马的位置哪里还轮得到你惦记？父亲，儿子寒窗苦读10余载，考取功名凭的是实打实的本事，绝非这种暗中算计、投机取巧的手段。儿子亦可以往后凭自己的能力，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而非依靠攀附公主，靠着驸马身份得来的荣光。凭你自己，你也配谈凭自身本事立足？你考取的功名，不过是给你镀的一层薄金，让你有资格去攀附公主，有资格为徐家、为你嫡兄将来的仕途铺算。你真以为为父费心谋划这一切，是为了你？你只是个庶子。这些是你生来就该做的事，若非你还有几分才学，相貌也尚可，能借着婚事成为你嫡兄的助力，你以为你能有今日的体面？安分守己当好这颗棋子才是你最该做的，偏偏要自命清高，罔顾为父的苦心，简直愚不可及。继续跪着，何时想通自己的本分，何时再起身？我寒窗识庶才，日夜苦读，拼尽全力挣来的榜眼功名，在父亲眼里，竟只是为嫡兄铺路的工具。我满心想要靠自己立足朝堂，到头来，却连选择自己前程的资格都没有。庶弟这事还没想通呢。父亲费尽心思为你谋这门婚事，说到底，还不是为了我徐家，为了我日后的路好走。你倒好，偏偏要摆那副清高姿态，惹得父亲动怒。放手让楚墨卿挣脱枷锁，去实现他的家国抱负。可仅仅如此，就够了吗？我是中宫所出的嫡公主，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成全楚墨心，更要护住我的至亲。前世父皇骤然崩逝，太医临终回禀，皆是积劳成疾，心力耗损过重，终究是拖垮了龙体。那时我常驻公主府，连父皇平日操劳都未曾察觉，更别说尽半分孝心。如今想来，满心都是迟来的愧疚与悔恨。小喜，去小厨房传旨，让他们炖一盅上好的参汤，要温醇滋补的，切忌慢火熬煮，莫要失了药性。是，殿下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又何苦呢？如若今日你真当上驸马，以后我还得仰仗驸马爷，毕竟那可是大景的嫡公主。如若不是我早娶妻，这富贵哪里轮得到你？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过是个庶出，能有如今的功名，能有给我铺路的机会，已是天大的福气。别真以为凭你那点才学，就能和我平起平坐，就能自己做主自己的前程。
哦，对了，庶弟别忘了，你那个还住在别府的姨娘。陛下明鉴，奴婢真的只是脚下打滑，行事慌出慌乱，无心撞到了公主殿下。事发后，奴婢满心惊惧，惶恐未予责罚，才私自躲藏，不敢露面，绝非蓄意谋害啊！念你并非蓄意谋害，只是行事粗疏，胆小错懦。朕今日便不降重刑，传旨，杖责罚封，贬入冷宫各司做粗活苦役，以儆效尤。前世我被情爱困住，满心满眼都是楚墨卿，执意求父皇将他指为驸马，从此便困在公主府中，不问前朝事，不理宫中局。我整日守着那一府天地，活得闭塞又茫然，成了这宫里最无忧无虑，也最愚昧无知的金丝雀。后来父皇骤然崩逝，二皇兄登基之路步步荆棘，宜贵人所出的七皇兄暗中勾结党羽发难，险些篡夺皇位。母后在重重打击下急火攻心，好不容易熬到二皇兄登基，坐上太后之位，却没想几日轻浮，便在无尽的忧虑与心力交瘁中，匆匆离开了人世。上一世我彻底远离了权力中心，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变，我全程被蒙在鼓里。我没能第一时间陪在他们身侧，不仅耽误了楚墨心的仕途，也未能护住自己最亲的人。重来一世，我早已下定决心，不再执着于那段无望的情爱。公主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宫听闻父皇连日批阅奏折，日夜操劳国事，怕他耗损心神，特意让小厨房炖了温纯参汤，前来给父皇补补身子。陛下正在殿内批阅奏折，老奴这就为您通传。让言儿进来。微臣见过昭元公主。楚大人免礼。言儿怎的今日得空来朕这御书房了？言儿见父皇日日操劳国事，特来给父皇送一盅参汤，补补精神。朕这几日忙于朝政，倒是疏忽了你，莫不是在怪朕没去瞧你？父皇说笑了，儿臣怎会怪您？只是听闻您连日操劳，心中不安，只盼父皇多多保重龙体，切莫太过辛苦。你放心，自从楚爱卿入御书房当值，帮着朕整理奏折、草拟纪要、梳理政务条目，朕可是轻松了不少。陛下过誉，为陛下分忧，本就是微臣分内之责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瞧瞧，年纪轻轻，倒比不少老臣还沉稳持重。有这般人才在朝，朕省心多了。父皇慧眼识才，是大景之福。上一世，我竟亲手将这般惊世之才，生生困在了一方公主府里，空耗了她满腹才学与凌云壮志。还是朕的言儿最懂事。朕乏了，要歇息片刻，你们二人都退下吧。女儿告退，父皇好生休息。微臣告退。此前主大人出手相救之恩，昭言一直记在心上，未曾正式道谢。今日本宫在此谢过楚大人。殿下言重，护驾本是微臣本分，不敢居功，更当不得殿下如此重谢。前世我满心欢喜追逐你，今生我本无意与你再有过多牵扯，此番道谢，也不过是了却一桩恩情罢了。既然楚大人救了本宫，与本宫有恩，
本宫自然是要好好酬谢于你。不知楚大人可有时间随本宫走一趟？殿下吩咐，微臣自当奉陪。好熟悉的墨香混着草木清气，和前世那般不二。这气味曾是我日夜盼念的安稳，如今闻着，却只觉得心酸。曾几何时，我总盼着能与你这般并肩走在公道上，哪怕只是无言随行，也觉岁月静好。可前世的痴缠，终是错付了时光，耗空了真心。微臣失礼，殿下无碍吧？无妨，多谢楚大人。去把本宫书案上那个紫檀木盒子取来。是，公主。公主，您要的盒子。楚大人，之前的相救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这里面是些心意，还请大人收下。不是什么贵重物件，只是听闻楚大人喜爱书画，小小薄礼，还请收下。殿下，此物太过贵重，微臣万万不敢领受。正因贵重，才配得上大人的救命之恩。楚大人不必推辞，这些书画在宫中不过闲置之事，于你而言，才算物得其所。微臣谢殿下厚爱。原来公主之前特意去求陛下，讨要藏书阁里那几幅珍藏，竟是为了答谢楚大人呀。你不知道，藏书阁年久失修，阁后山墙开裂，檐角腐朽。若遇上一场倾盆暴雨，这些珍藏书画都要毁于水渍霉斑的。公主怎么知道会下暴雨？我只是曾见过有人望着狼藉画卷，眼底藏不住的痛惜与扼腕。那时我只顾着其他，不懂那份如歌心痛。如今我早早向父皇进言，彻底修缮藏书阁，顺带求父皇赏了这几幅画，也算护住了这些古物。唐谨言，你这么做不过是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对，仅此而已，与前世那些痴缠执念再无干系。如今只是还了这份恩情，往后便能两清。正如他所说的，末路殊途。这雨下得太大了，所以提前安排人修缮。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藏书阁。小喜，背伞。是公主。公主殿下，楚大人也来了。微臣怕藏书阁年久失修，遭雨尽毁，冒雨赶来查看。刚听阁中秘书郎说，殿下早前就进言修缮完毕了。不过是见山墙开裂，古籍传世不易，随口向父皇提了一句罢了。若非殿下早有安排，今日不知毁去多前人心血。微臣带古籍，谢过殿下。大人言重了，守护古籍本就是分内之事。真是个傻子，心系古籍，急得连伞都没拿，就冒雨狂奔过来了。小喜，回去再拿一把伞，再取一件厚实的大毯过来。是，公主。大人一心护着古籍，也该顾惜自身。这般大雨，竟连伞都不曾带。微臣一时心急疏忽了，让殿下见笑。大人爱惜古籍是好事，可若为此伤了自身，反倒得不偿失。坊间传闻公主骄纵任性，娇蛮不懂礼数。可如今她冒雨前来照看古籍，还这般体贴顾念我的身体，全然与传闻判若两人。阁内古籍虽已妥善安置，还是再逐一核查一番，免得有遗漏之处，遭了潮气。殿下所言极是。楚大人，此处上方有漏雨之处。
他向来温润平淡，疏离自适，无悲无喜。我从未想过，竟能在他眼中看到只为我而生的惊惶。殿下没事吧？本宫无事，多谢大人相救。有劳殿下。该我谢大人方才相救才是。殿下安危为重，臣分内之事。这些书受潮了，臣先拿去烘干整理。这样可以吗？那灰不会弄脏书籍吗？殿下放心，臣取的是彻底晒干的桑木灰，细腻无尘，只铺在废纸上吸湿，绝不触碰书心。宫里用炭火熏烤虽快，却伤纸性。此法吸潮慢却护书，最是稳妥。臣出身微寒，从前念书时，书常常被雨打湿，又没有炭火可烘，久而久之，便学了些护书的笨法子。上一世我只知你出身寒微，却极少过问你的清苦。如今听你这般轻描淡写，反倒更让人心疼。楚大人能一路考到如今，想必受了许多旁人不知的难处吧？殿下说笑了，读书人寒窗苦志本是常事，算不上什么难处。只是微臣幼时便丧母，从小是吃着村里百家饭长大的，所幸乡亲们怜我孤苦，凑了银钱供我进私塾，我才有机会提笔一试。那楚大人的父亲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该多问的。无妨，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家，再也没回来过。前世你常去钱庄存银子寄回家乡，想报答凑钱你读书的乡亲，却因成了皇家驸马，被困在公主府，连归乡尽孝报恩都成了奢望。我总以为上一世我有多爱你，直到此刻才明白，那份爱有多浅薄。自以为是，你压在心底的乡愁与愧疚，我竟从未留意过。楚大人现在也算是仕途顺利，得偿所愿了。等以后功名再加深，总能寻个时机回去看看的。是啊。公主，奴婢回来了。殿下，雨势渐大，臣不便再多留，先行告退。路上慢些，注意避雨。公主也早些回殿内歇息，雨天湿气重，好生保重身子。公主，您在看什么？我在看我从前错过的一切。小喜，我以前极少有机会这般自在地逛着街市，更从未好好看过这人间烟火。我的好小姐，您慢些走，这里人多眼杂的，若是磕着碰着了可怎么好？姑娘，来个谈话不？老爷起初非要派一队护卫跟着，您再三婉拒，奴婢这心到现在都还悬在嗓子眼里。你呀，就是瞎操心。我好不容易借着夫人大寿的由头，软磨硬泡才出来一趟。若是带那么多人，岂不是招摇过市？有暗卫在暗处随行护着就够了。小姐，咱们这都在街上转了半个时辰了，您到底要寻什么寿礼啊？我听母亲提过，她儿时在宫外吃过一种蜜渍金桔，那风味与寻常做法不同，是用陈年蜂蜜慢腌，不加多余糖料，腌得通透软糯，带着清冽果香。后来据说仍有一位老者售卖，我想着趁这次出宫寻一寻那位老者。小姐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？这地方越来越偏，连个卖吃食的摊子都没了。我对这街市本就陌生，如今绕了这许久，竟是半点头绪都找不到了。公主殿下，徐大人，本宫此次是微服出行，不必多礼。是臣疏忽了，不知公主殿下何故在此街市？此处人多繁杂，且街巷偏僻，殿下在此未免不妥。
不瞒徐大人，本宫此番出来是想寻一处地方，可绕了许久，始终寻不到方向。臣在京城居住多年，或许能帮上殿下的忙。就是一间屋子，屋顶是茅草铺的，门前好像挂着一个褪色的布画，画着什么我也记不得了。茅草屋顶的房屋定然不在繁华闹市之中，多半是在东西市外围一带，那边多是寻常百姓居住，街巷也杂。那徐大人可知那边可有卖秘制金桔的老人家？臣倒是记得西市外巷里确实有位老人家，专卖蜜饯果子。不知徐大人可否带路？殿下既有吩咐，臣自当效劳。只是西市外巷人多拥挤，殿下还需随臣慢行，莫要与随从走散了。此番劳烦徐大人特意带路，倒是耽误你正事了。殿下言重了，臣今日休沐，本无要事在身，能为殿下分忧，是臣的荣幸。徐大人，那是在做什么？怎的排了如此长的队伍？回殿下，那家是老字号的杏仁酥铺子，手艺地道，滋味极好，每日都供不应求，故而时常这般排队等候。杏仁酥，楚墨谦上一世最爱的便是这杏仁酥。殿下，西市外巷快到了，再往前拐过2个街角，便能寻到那位老人家的茅屋了。好，有劳徐大人了。2位客官可是要买些什么？老人家，请问您这儿可是售卖秘制金桔的？老人家，听闻您这里卖秘制金桔？正是，老朽这儿专卖秘制金桔，都是自家腌制的，清甜不腻。太好了，我听闻您家手艺绝佳，特意前来购买。姑娘不妨尝尝，老朽这秘制金桔无酸不涩，保管你吃了还想吃。好好吃，徐公子，你也尝尝。徐公子，真的好吃，你尝尝看。味道清甜，口感软糯，的确十分好吃。老人家，麻烦您多给我打包一些。好，好，好，2位稍等，老夫这就去取干净的瓷罐来。小心拿好，这可是陈酿。我来吧，臣。老人家，您这一手好手艺，可有传给旁人？不瞒姑娘，老朽无儿无女，孤身一人，这手艺怕是要带进土里了。老人家，若是您信得过我，不妨将这秘制金桔的方子与手艺交予我，可好？您莫要多想，我并非要夺您的生计，只是我的母亲自孝偏爱这口秘制金桔，这么多年一直念念不忘。我只想把这味道留住，往后也能时时让她尝到这份甜，绝不会辜负您的好手艺。姑娘既是为了母亲一片孝心，老朽便信你一回。方子可以给你，只是方子织灸只在表面，腌制的火候、时辰、翻搅的力道，都得亲手实践才学得会。姑娘往后得空便常来这里，老朽亲自教你。那真是太感谢老人家了，您肯这般费心教我，我记下了，往后得空必定常来向您请教。老人家，这方子与您费心相授的情谊，断不能让您白白付出。这点银子您收下，也好补贴些日用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太多了。老朽不过是给个方子传点手艺，哪能收姑娘这么多银子？不多的，您这方子是千金难买的心意，又肯费心亲自教我，这点银子不过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您若是不收，我反倒不好意思再来麻烦您学艺了。姑娘心善，姑娘心善啊！京中都说昭月公主骄纵任性，稍有不如意便重罚宫人，连御花园花错不合心意都要拔剑。可眼前这人温柔孝顺，谦和有礼，哪里有半点跋扈？殿下可是想尝尝这家的杏仁酥？不如臣让家仆先替殿下排队等候，殿下不妨随臣去清月楼稍坐片刻。清月楼在何处？此处便是清月楼，楼内茶点
在京城素来颇负盛名。你同小喜一道，先将秘制金桔送回马车上安置。殿下，请。殿，小姐尝尝这里的招牌点心，不知小姐口味如何，可有偏好？我从未来过此处，便听徐公子安排便是。玫瑰酥，确实好吃，多谢徐公子费心安排。殿下喜欢就好，臣不过是依着寻常口味挑选，倒怕不合殿下心意。不会，徐公子多虑了。这家玫瑰酥用的是城郊花圯清晨采摘的鲜玫瑰，用料实在，口感软糯不够甜，最适合女子食用。殿下若爱吃，下次臣进宫时托人给殿下送些。那就有劳徐公子了。殿下方才看中的那家杏仁酥，臣让下人多买几盒带回宫可好？2盒便够了，多了也浪费。臣下去看看家仆排队排得如何，买妥了便回来。宫外竟这般自在。上一世我把自己困在公主府里，白白错过了多少安稳时光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翰林院的榜眼公爷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站着？该不会连雅间都舍不得进，在面栏杆等着？诸位还有何事？急着走什么？难不成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我看你不是来喝茶的，是躲在这儿偷偷攀附哪位权贵吧？可不是嘛，一个庶子还想挤进上流圈子？让开，让开！不过考了榜眼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真当自己是正经主子了？你那卑贱出身，就算谋了官职，在我们眼里依旧上不得台面。今日就拦你了，能奈我何？这位公子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谁呀？敢在这里多管闲事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光天化日之下，在清月楼当众刁难朝廷命官，出言辱及家世出身。诸位公子就是这般在京中横行的吗？我们跟他说话，与你何干？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也敢来管我们的闲事？翰林院编修乃朝廷官员，你们当众羞辱，肆意拦路，已是免获是朝堂法度。再者，以出身论高低，以尊卑辱世人，这就是你们世家子弟读了多年诗书养出的气度。少在这装腔作势，我看你分明就是跟着庶子一伙的。光天化日躲在清月楼，怕不是见不得人吧？殿下不必动怒，臣来处理，莫与小人一般见识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一个卑贱庶子也敢光天化日之下私会女子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公子说话最好掂量掂量自己的舌头。徐边度乃朝廷榜眼，翰林院清贵之臣，你们当众拦路羞辱，践踏斯文，还敢口出秽语，污蔑他人清誉。你少在这里唬人！本宫看是你不知天高地厚。臣等参见公主殿下，求公主殿下饶命！告诉本宫，你是哪家的？臣是大理寺丞家的犬子赵景轩，求公主殿下饶命。臣是一时糊涂，才口出狂言，冒犯了殿下和徐边主，臣再也不敢了。此地是闹市茶楼，闹大了恐惊扰旁人，有损皇家威仪。也好，公然辱骂朝廷命官，污蔑皇室贵族，交由你爹亲自审理。本宫倒要看看大理寺称是怎么教的儿子。徐大人，我的杏仁酥没了，能劳烦你的家仆再去排一次队吗？好。刚刚的事，多谢公主殿下。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徐大人清正自持，何须向我道谢？再说，若不是为了陪我等着点心，也不会遇上这桩闲事。说来，该是我抱歉才是。殿下何出此言？今日之事若非殿下，臣不知道要与他们纠缠到几时。殿下此恩，臣铭记于心。徐大人，你凭自身才学考中榜眼，入翰林院为官，一身才学对得起朝廷，也对得起自己，何须因出身妄自菲薄？出身从不是定断人的准则。你的学识与品行，远比那些空有家世的人更值得敬重。就比如楚大人，
他虽出身寒门，却也凭着一身真才实学考取榜首，立足朝堂。世人看的终究还是本事，不是门第。殿下一席话，如拨云见日，臣记下了。徐大人本就值得，不必妄自菲薄。这金菊本生于寻常枝头，没什么名贵出身，可历经蜜验，反倒甘香绵长，更显珍贵。徐大人，纵是出身寻常又何妨？凭才学立身，自有光芒万丈。臣受教了。徐大人，楚大人，臣楚墨卿见过公主。此处并非宫中，不必多礼。不知公主殿下出宫所为何事？不过是闷在宫中无趣，出来随意走走，恰巧遇上徐大人，略说几句话罢了。本宫还有事，先告辞。徐大人，本官先行一步。楚大人，楚大人，请留步！楚大人留步，公主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公主说方才在街上买多了，拿回宫也吃不完，放着浪费，便让奴婢追上来，把这些送与大人。买多了？正是呢。公主见这铺子的杏仁酥做得好，一时没敢住手，就买多了好些。殿下素来不惜铺张浪费，扔了又可惜，想着送与楚大人当茶点最合适不过。既如此，便谢过公主殿下厚爱，臣收下了。那奴婢便先回宫复命了，楚大人留步。六公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别声张，快去叫张府医过来。公子，您这可是又碰了蜂蜜制的东西了。您明知自己天生对蜂蜜过敏，碰不得半点秘制之物。方才脉象浮乱，分明是旧症又犯了。您手里攥的可是秘制过的东西。即刻煎药，再替公子敷上。此事莫要张扬。明知碰不得，还是戒了。姨娘，可能是公主亲手递来的。太傅大人。父亲，今日表现还算不错，不枉为父提前替你打探好了公主行踪。我特意安排你与她遇上，这步棋算是走对了。怎么不说话？为父让你借机亲近公主，能当上驸马，还委屈你了？儿子不敢。不敢？我看你是半点不懂好歹。我耗费心力给你争来靠近公主的机会，你倒好，整日一副掩烟不振的样子。皇家亲事是何等荣耀，你能有这个机缘，该拎清自己的本分，好好抓住公主的心思，莫要辜负了我这番安排，更别给我出半点岔子，否则你知道后果的。儿子知晓了。儿子听闻姨娘还在城外别远住着，那边清苦无人照料，不知父亲可否将姨娘接回京中？一个姨娘在别远安分住着便是，何须这般小题大做？莫要再拿这些琐事来烦我。训之啊，你是聪明的孩子，
你若能顺顺利利娶了公主，得了皇家仪仗，接你姨娘回府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训之啊，你可知你这名字是怎么来的？你姨娘不过是个丫鬟，生了你，竟还不知好歹，抱着你去求老爷赐字。老爷满心都是朝堂大事和我那嫡长子，瞧见你姨娘满脸的厌烦与鄙夷，藏都藏不住。老爷连半个字的心思都不肯费，草草冷声说了句：“就叫训之吧。”训之就是让你事事谦逊，处处退让，你这辈子都得低你嫡兄一头，永远是个上不得台面的陪衬。训之，事事谦逊，处处退让，这哪里是字？这分明是父亲默许，嫡母暗自得意的规矩，是刻在我骨子里的烙印。你们就是要告诉我，我这辈子都要低嫡兄一头，永远不能僭越，永远只能做衬托嫡兄的陪衬。您亲口唤出这2个字，半分父子温情都没有。您不过是拿捏住我唯一的软肋，拿我姨娘的安危做筹码，逼着我乖乖做徐家攀附皇家光耀嫡志的棋子罢了。妍儿，这秘制金桔你是从哪里买到的？这味道竟和我少时在娘家吃过的一模一样。这么多年，我再也没寻到过这般滋味。母后，这是女儿出宫时偶然瞧见一位老者在做，闻着香甜，想着母后素来爱酸甜小食，便买了些回来孝敬您。没想到竟这般合口。妍儿有心了，当年我还在娘家做姑娘时，最常吃这小食。后来入宫，厨娘顾去，虽让人仿着做，却总差了几分意思。没想到竟在你这儿寻回旧味。母后若喜欢，女儿想日日做给您吃。那老者说这手艺并无传人，也愿教我，只是方子要亲手练过才好。女儿想出宫跟着他学几日，学会了便在宫中做给您。你这份孝心，母后心领了。可你身为公主，日日出宫实在不妥，安危要紧，不如把那老者请进宫，或派可靠工人去学。母后，那老者脾性孤僻，最厌宫廷规矩，若强请入宫，必不肯真心传授。女儿只是学个治国小技，待侍卫宫人，不行再带父皇的暗位。左右不过几日，您就应了女子吧。这事干系重大，母后可不敢擅自做主。你还是去问问你父皇，他应允了，你再去。女儿知道了，那女儿便去请示父皇。殿下，皇后娘娘说的也在理。殿下为何这般执意要出宫？宫外那么多新鲜玩意儿，好吃的好玩的一大堆，难道你就不想再跟着本公主出去转转？那还愣着做什么？走，本公主这就去找父皇撒娇请旨去。务必在公民禁闭之前回宫，不得在外逗留。儿臣记住了，一定谨遵父皇吩咐。楚爱卿，这几日你手头政务暂且搁置，随昭元公主一同出宫。父皇不必如此劳烦楚大人，万万不用。定要在宫门落锁之前，把人安安全全带回宫，替朕看好他。臣领旨。父皇，楚大人朝中事务繁忙，真的不用劳烦他。前世已下定决心，这辈子要与他划清界限。如今倒好，父皇硬把人凑到身边，连躲都躲不掉。公主殿下，明日几时出宫？臣在宫门口等您。明日辰时。那日多谢公主殿下的杏仁酥。不必，本就是我买多了。即便买多，殿下肯赠与臣，亦是心意，臣自当道谢。既已谢过，那本宫先行回宫了。那盒杏仁酥哪是什么买多了，分明是我一看见便想起他前世最爱这个口味。我一个公主，平白给臣送点心，借口再好也处处怪异，实在荒唐。明明说好今生与他划清界限，各自安好，可我偏偏还记着他的喜好，前世伤的还不够吗？
殿下。我竟以为他会同乘一车，前世他是驸马，伴我出行，总是坐在我身侧。这一世的楚墨卿不再是依附于我的驸马，他是朝臣，有自己的分寸，也有君臣的界限。没想到你这小姑娘当真不是说笑，竟是真心想来学这金菊的做法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晚辈既然答应了您，自然定会前来。这秘藏金菊的方子，晚辈是真心想学，还未请教老人家高姓大名。往后晚辈跟着您学艺，总该有个称呼。不过是个山野匠人，不知当提什么大名。旁人都唤我江翁，你跟着叫一声江老伯便是。这位公子好似不是上次陪你来的那位公子吧？上次那位公子与你举止亲近，你还亲手为他尝我这蜜金菊，老夫瞧着般配得很，只当是你的心上人。今日这位公子气度更出众，倒叫老夫看糊涂了，不知哪位才是小姑娘的良人呢？师傅，你可别说了。明明为徐廷义只是无心之举，怎么此刻弄得像被撞破心事般心虚？好，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瞧把我们小姑娘羞的。依老夫看啊，这二位公子都不错，一个温润，一个沉稳，都是难得的好儿郎。师傅您别乱说了，我与他们都只是寻常友人，根本不是您想那样。无妨无妨，我们还是回归正事吧。今日先教你挑金菊，要做秘制金菊。这果子得选7分熟、皮薄肉嫩的，太生太熟都不行。姑娘，你看，要选这种表皮光滑、色泽鲜亮的。多谢。今日就先到这儿吧。这些金菊得彻底控干水分，才能入罐腌制。急不得，余下的步骤咱们明天再接着学。好，多谢师傅，我明日一定准时前来。去吧去吧，路上小心。楚大人，父皇吩咐过，我只要在关宫门之前赶回宫中便可。这会儿出去逛逛无妨的。公主，这个香囊花样真别致，是好看，拿金钱让我瞧瞧。对不住，我没看清。徐大人，不好意思，弄脏了你的衣服。无妨，公主不必挂怀。公主怎的又独自出宫？可是徐大人，公主是和楚大人一起出来的？是，就是出来学着做蜜汁金菊。父皇放心不下，特意劳烦楚大人跟着。哦，原来楚大人是奉命行事。殿下可是去的上次我们同去的那位老翁家学习做蜜汁金菊？正是那家，还是得谢谢徐大人。若非你引路，我根本寻不到地方。母后尝过之后，很是喜欢。殿下客气了，能为公主分忧，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。徐公子，今日实在抱歉，弄脏了你的衣服，改日我定让人送一套新的过去。公主不必挂怀，不过是件衣裳，些许污渍而已，不足挂齿。不行不行，是我莽撞闯的祸，徐大人就别推辞了。公主，明日还出宫吗？明日还要去师傅那边学做蜜汁金菊。上次公主与臣在清月楼同食的玫瑰酥，店家近日刚推出了新款，口味清甜。如若公主明日学习完尚有时间，臣可再带公主前去尝尝。清月楼的玫瑰酥本就好吃，新款我定然要尝尝。明日还能多买些给父皇母后带回去。竟忘了问徐大人的衣裳尺码了，我竟还记得他的衣长肩宽腰围。罢了，
我心中有数，回头让人备好布料赶制便是。那快些上车吧。我竟下意识让他进了我的车。前世他是驸马，同乘一车再自然不惧，可如今身份有别，与理不合，路上颠簸，马车里安稳些。公主殿下似与徐大人往来甚密，很是相熟。不过是之前出宫时偶遇，承蒙徐大人照拂罢了，算不得格外相熟。今日便能着手做秘制金桔了。公主，可是忙完了？清月楼的玫瑰酥现下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，再晚些便要失了风味。楚大人要一同前往吗？昨日散职时，听长院学士提起，今日还要劳楚大人入时举校正文书，怕是不便耽搁太久。校建之事，晚些处置亦可。既是如此，那便一同前往。这新款加了青梅穗，酸甜解腻，太好吃了。公主若是喜欢，下次我再提前让人来订。这玫瑰酥每日限量，晚了便买不到了。公主，上次的杏仁酥可还合口味？若是公主喜欢，我这就让家仆再去排队买些送来。什么杏仁骚？便是街对面那家杏雨斋，每日只卖2个时辰，去晚了便抢不到。原来那盒杏仁酥不是公主买多了吃不完。去杏雨阁排队，再买一份杏仁酥来。徐大人，不用了，今日已经吃了不少点心，实在吃不下了，不必再麻烦。公主不必推辞，全当徐某感谢公主那日相救之恩，一点薄礼，聊表心意罢了。不过举手之劳，徐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什么相救之恩？那日被人有意刁难，多亏公主出面相助，才免去一场麻烦。何人？大理寺丞之子赵景轩。最近听闻赵公子被赵四成当众杖罚禁足府中，闭门思度多日，原来竟是因为公主为徐大人出了头。那赵公子本就仗势欺人，肆意刁难，本公主不过说了句公道话，他这般下场也是该得的教训。赵四成在刑部深耕多年，素来护短，公子受此重罚，府上未必会就此作罢。公主身份贵重，实在不必亲自出面，平白沾惹嫌隙。更何况一桩街头小事，明日便可能被人拿来在朝堂做文章。公主身在局中，一言一行都需三思。有什么需要三思的？本宫身为公主，难道连说一句公道话的底气都没有？便是闹到父皇面前，本宫也依旧这般说。臣不敢质疑公主的本心，只是公主身份尊贵，万不可轻易涉险。朝堂势力盘根错节，并非只凭公道二字便可周全。本宫不过是主持公道，何来涉险一说？难不成身为公主，反倒要遇事畏缩？臣绝非指责公主畏缩，正因公主金贵，才更需爱惜自身。街头是非繁杂，人心难测，若被有心人利用，或暗中遭人算计，非但公主陷险，更可能牵动朝局，届时陛下也会为难。照你这番说，之后遇见不公之事，本宫都只能视而不见。臣只是希望公主以后行事多加谨慎，莫要再轻率涉险。楚墨卿，你没完没了了！就算他赵家真睚眦必报，不是还有你护着本宫？完蛋，怎么顺口就说出这话来了？这一世他不是我的驸马，只是朝堂臣子，凭什么为我得罪赵家，替我撑腰兜底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方才是本宫失言，楚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臣明白，公主只是一时心急，楚大人也是一心为公主考量，皆是好意。此事本就因在下而起，若惹得公主与大人不快，倒是在下的过错了。明明早已告诫自己，这一世与他只需守君臣之礼，竟还是把心底本能说出了口。他那样清冷自持，往后怕是连坦诚劝谏都不会再有。
微臣张卜见过昭元公主。今日楚大人有紧要公务在身，无法亲自前来，故特意嘱托微臣在此等候，陪公主出宫办事。是不是因为昨日那句话，他会不会觉得厌烦，故意借公务要躲着我？姑娘，发什么呆呢？好徒儿，怎么今日又换了一位郎君陪着？前2日陪你过来帮你搬陶罐的那位清俊公子，今儿个怎么没来？他今日家中有事，走不开，便托了朋友陪我过来。那位郎君倒是心细，知道你一个姑娘家出门不便，即便自己来不了，也不忘托人照看着，实在是稳妥。姜老汉，各位大爷，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少废话，这个月的份子钱该交了。你个老东西，还想躲到什么时候？份子钱上月刚交过啊，我这小本生意实在赚不了几个钱，求各位大爷通融通融。通融？我们哥几个凭啥跟你通融？今天不交钱，就把你这破院子砸了，看你还怎么做生意！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肆意寻衅滋事，欺压百姓，就不怕王法吗？哟，姜老汉，你这小破店里什么时候藏了这么个谪仙似的姑娘？老子怎么从没见过啊？老子在这条街上混了这么久，怎么从没见过这么水灵的美人？今天可真是让爷开了眼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位姑娘是来我这儿买蜜饯的顾客，年纪小不懂事，方才言语冲撞了各位，还请大爷们别跟她一般见识。诸位光天化日之下欺压良善，已是触犯了律条。老人是本分商户，而这位贵人身份贵重，岂是尔等宵小可以冒犯的？你们若是再敢放肆，我必将你们扭送官府，从严处置。哪里来的酸腐书生，也敢管爷的闲事？给我一起打！公主，这几人如何处置，请公主示下。将他们押去府衙，交由官府依法处置。是。师父莫怕，看，我已经把他们都赶跑了。草民不知是公主殿下驾临，此前多有失礼，还求殿下恕罪。师父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在这里，您只管还是我的师父，我也只是跟着您学做秘制金局的弟子，没有什么公主，只有向您学艺的普通晚辈。微臣见过公主殿下。楚大人倒是来得巧。敢问殿下无恙否？方才此处可是生了什么事端？不过是几个地皮滋事，已经交由暗卫押去府衙了，不劳楚大人费心。师父，你不必忧心，损坏的物件我自会让人按数赔偿，绝不会让您白白受损失。殿下说笑了，这点东西算不得什么，只要殿下平安就好。臣先护送殿下回宫。明明说有公务，却让旁人代陪，如今又偏偏等事端平息才来。楚修传，您刚才骤然离蜀，下官与王侍读在教参兵部机要文书，多处批注盖需您核定，蜀中大人已催了2回，再耽搁下去，怕是要误了呈递御书的时辰。知晓了，我护送公主回宫后，即刻返回蜀中。他不是故意躲避，也不是有意来迟，是身负紧要公务，却仍放心不下我。既然楚大人公务紧急，便不必送本宫回宫了，本宫自有侍卫随行，无碍的。臣即奉陛下口谕，护持殿下出宫，职责在身，本应半步不得擅离。
先前实在是因文书紧要，一时脱不开身，才不得已让张卜代为随行，以示臣失职。如今臣既已赶来，断无再让殿下独自回宫的道理。公务再急，也不及殿下安危为重。臣送殿下登车之后，立刻赶回翰林院，绝不耽误。殿下小心。路上匆忙，大人切莫急躁，万事小心。臣谨记殿下叮嘱。熏之，你做得很好。公子，这是公主殿下特意派人送来的，说是赔上次在街上不慎弄脏公子的那件衣衫。看来公主心里对你并非毫无情意，你好好把握，莫要辜负为父这番安排。知道了。他的好意，偏偏也要被你们算成筹码。收起来吧。这味道与本宫素来偏爱的口味一模一样，酸甜适口，甚是合心意。看来女儿终究是学成了，母后喜欢就好。以后便不用出宫去学了吧？这几日你父皇总念叨，放心不下你出宫在外。母后知道你学做这金菊是记挂本宫的喜好，可出宫游玩的心切也半点藏不住。你呀，满肚子的小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还是母后最懂我。不过记挂母后是真的，想出去透透气也是真的。宫里待久了，总觉得闷得慌。毕竟妍儿还是待字闺中的公主，等将来有了驸马搬去公主府住，你便是一家之主，那时便可以随心所欲，自在许多了。女儿还不想这般早便谈起婚嫁，只是想多在父皇母后身边尽孝。母后自然不急，只是随口问问，你心里可曾有过偏爱的模样？是家世相当的，还是才学出众的？只管与母后说说。女儿没有中意的模样，只盼着以后若真要婚配，也绝不要耽误旁人的前程。妍儿是公主，真要许了人家，那是无上荣光，何来耽误可说？女儿只是觉得，男子志在四方，若因婚嫁困于一方天地，未免太过可惜。我的妍儿，好似长大了，也心事重了。避着婚嫁，避着他，原是该安心的。可这宫墙，竟也这样空。公主殿下，陛下有请，您移步御书房一见。知道了，本宫这就过去。昭元公主，刚刚几位大臣就京中流言与朝中新进奏言，向朕参了你几处宫闱逾越本分一事。此事闹得经济沸沸扬扬，你可有话说？父皇，儿臣不知京中所传为何，更不知何来逾越本分。刚才几位爱卿不是颇有说辞，要向朕禀明缘由吗？现在昭元也在此处，你们便将所言之事一一说给他听听。公主金枝玉叶，本该谨守宫规，如今私设市井，纵是出于善念，也难免令百姓议论，损及皇家体面。臣等不敢苛责公主，只是朝野已有流言，若不明正宫规，只怕会人人效仿，纲纪何存？原来如此，楚墨卿当日再三劝我收敛，并非多虑，是我大意了。恳请陛下令公主给朝野一个交代，严惩私出宫闱，施以违规之过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讲。臣此前奉陛下旨意，伴公主随行出宫，深知其中原委，并非孤位大人所言那般。公主未曾惊扰百姓，未曾仗势妄为。所谓插手所事，不过是见市井不公，出言制止，维护京城秩序，彰显皇家人心，何来逾越失仪？至于京中流言，皆是无根之语。朝臣仅凭流言参奏公主，未免有失偏颇。臣斗胆恳请陛下明辨是非，莫让谗言蒙蔽视听，污了公主清誉。楚修传此言差矣，公主身居中宫，本就不该轻易涉足市井，即便有不公，
自有官府衙门处置，何须公主越俎代庖？分明是无视宫规，肆意行事，才引得流言四起。大人有所不知，公主初次出面，并非无端插手闲事。当日公主偶遇徐太傅之子徐编修、徐廷义，徐大人遭人当众羞辱，念及太傅乃朝中重臣，其子受辱，有损朝臣体面，公主才出言直指。此举本是护朝堂重臣清誉，绝非肆意妄为。陛下，臣不知府中家事竟雷及公主，实属不该。此事臣回去后定会妥善处置。陛下，还有宫外流言称公主在市井之中公然召唤暗卫，惊扰百姓，闹得人心惶惶。此事绝非虚言。公主绝无公然召唤暗卫，惊扰百姓之举。当日不过是市井无赖滋事扰民，公主念及百姓安危，仅命随行侍卫低调处置，全程恪守分寸。此等流言纯属无稽之谈，刻意构陷公主清誉。够了！区区无根流言，也敢在御前搬弄是非，指责朕的公主？那些暗卫本就是朕亲自派去，贴身护公主周全的，难不成要朕眼睁睁看着公主身处危难，置之不理吗？公主路见不平，直指恶行，是怀仁善之心，护市井安宁，反倒被你们恶意揣度，百般构陷，究竟是何居心？此事就此作罢，即刻严查京中造谣生事者，严惩不贷。以后再有敢妄议公主者，朕一律以构陷帝女之罪论处，绝不姑息。是陛下，全都退下。言儿，你也听见了，身为皇家公主，行事更需谨慎。此番虽有朕的护持，但下次出宫务必三思，莫要再给旁人留下可乘之机。那日他句句都是清醒的顾虑，是我太不以为然。父皇教训的事，儿臣谨记在心。此番是儿臣行事不周，虑事浅薄，才惹出这些事端，劳父皇费心了。往后臣定会收敛心性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绝不会再如此莽撞，让父皇担忧。楚修壮年纪轻轻便身居翰林要职，前途本是一片坦荡，可要切记为官之道，最忌站错队伍，多管闲事。大人教诲，下官铭记于心。下官身居翰林院，本就只需执笔言事，据实而论，既无心站队，亦无闲事可管，不过是守臣子本分，说该说的话，做该做的事罢了。今日他替本宫说话，往后在朝中必定要多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楚大人，公主，楚大人，今日之事多谢你。公主言重，下官不过是据实禀奏，还原事情真相，不敢当公主这般谢礼。大人不必这般客气，我心里清楚，你本可以置身事外的。世间事并非置身事外便是周全，下官身为臣子，言实情，辨是非，本就是职责所在。楚大人一身风骨，是朝堂之幸，只是以后若有任何为难，只管开口，本宫必会尽力。公主厚爱，下官感激。下官微末之身，朝中琐事尚能应付，不敢劳公主费心。公主只需珍重自身，便是万事安顿。本宫知道了，那大人一路保重。还是言儿最懂我心意。朕瞧着满殿珍宝，倒不如言儿这一把梳子，一贯金菊，更得皇后欢心。陛下惯会打趣。朕他的女儿心细如发，这份孝心便是万金也换不来。众爱卿不必拘束，今日是皇后寿辰，大家只管尽兴。传膳。这样很好，我仍是昭苑公主，承欢父皇母后膝下。楚墨琛也能循着他的正道，在朝堂上稳步前行。这一世，他不必再困在公主府，落得身不由己。偌大宫中，竟连一个说得上体里话的人都没有。走。
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面色惨白如纸，身形佝偻不堪，站在殿中徒惹旁人侧目，半点在朝为官的仪态都无。别在这儿摆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即刻整理仪容，回殿内去应酬诸位大人同僚。今日是皇后千秋宴，满殿权贵皆在，若再失了仪态，坏了规矩，丢了徐家的体面，回去我定不轻饶。徐太傅，臣见过公主殿下。徐大人原来在这儿，本宫找你半天了。前几日本宫命人整理宫内古籍，恰好碰到几卷仪廷孤本。听闻徐大人学识渊博，今日特意等徐大人参宴，寻你过去帮忙参详一二。犬子能得公主殿下纯情委以差事，是他的造化，还不快谢过公主？臣谢公主殿下。那臣便先回殿内，犬子就劳公主殿下吩咐，他定尽心办事。徐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徐大人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臣无事，劳公主挂心。小喜，找人扶徐大人去近处偏殿休息。是。来人！小喜，你即刻去太医院请太医过来，务必悄悄行事，快去快回。是。徐大人，你这伤如何而来？臣无碍，不敢劳公主殿下费心，这点小伤，歇息片刻便好。徐大人，你我相识一场，本宫也曾受你照拂，如今你伤势这般重，仍一味遮掩隐瞒，是不把本宫当作可信之人。公主言重了，臣只是家中小事，不便对外人言说。此乃家父责罚，臣受之应当，不敢有怨言。是因为何事？上一世，我困在公主府与情爱里，从未深究徐廷义。如今才知，京城人心凉薄，从不分门第。那人似乎并非徐廷义，太傅府庶子不止他一个。回公主殿下，徐大人背上是鞭伤，伤口崩开发炎，伤势不轻。臣已轻轻上药包扎，并开了内服汤药，切记不可再牵扯伤口，需静养。徐大人身子本就偏弱，此番强撑许久，气血损耗严重，还需好好调理，切勿劳心费神。辛苦太医，今日之事不得对外吐露半句，药方交由本宫侍女去抓，赏赐稍后送至太医院。臣明白，定守口如瓶。不必乱动，好好躺着。太医说你伤口极重，再牵扯便难痊愈了。臣多谢公主殿下。徐大人，你安心养伤，暂且不必回府，待伤口稍缓再做打算。有本宫在，无人敢来打扰你。殿下，这与理不合。徐大人放心，宫中之事本宫自有分寸，你好好休养便是。
谢公主殿下庇护。怎的没见太傅的六公子徐边景？方才还见着人，这会儿倒寻不见了。方才公主寻犬子过去讨教古籍孤本，便先离席了。能得公主这般另眼相待，徐边众望日后前程，怕是不可限量了。公主之心，我等做臣子的不敢妄自揣诺。言儿可有事？父皇有所不知，前些日藏书阁修缮完工，书籍多有挪动，至今尚未整治。方才儿臣与徐编部谈及此事，他学识扎实，又精于校件分类，儿臣恳请父皇恩准，留他在宫中一段时日，将藏书阁逐一清点编目，以防再有疏漏。既如此，便准了诏要所请，让徐边鸠暂且留宫，协助整理藏书阁。楚爱卿，既然徐边久需留宫整理典籍，人手未免单薄，你便也一同住在宫中执房，协同料理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臣遵旨。太傅真是好福气，令郎才貌双全，如今又得公主另眼相看。徐边修学识人品皆是上上之选，与公主当真般配，恭喜太傅。诸位过誉了，犬子不过是受陛下恩准，协助整理典籍罢了，切莫多想，切莫多想。老臣见过公主。太傅不必多礼。徐公子身子素来轻弱，往后在府上还望多些照拂。他如今在宫中当差，身子安稳比什么都要用。若是平白再受些搓磨，旁人问起，反倒不好解释。训之，既留宫中，便谨言慎行，好生当差，莫要再行照踏错，更莫要忘了自己的本分。训之，徐训之，平易，训之，原来你们竟是同一个人。训之，处处谦虚，处处退让。公主，徐大人，既已奉旨留宫，你便安心在此当差，好好养伤。多谢公主殿下。公主，楚大人求见。见过公主殿下。奉陛下旨意，徐大人今后留宫理事，便与臣一同居住在宫内执房，以应起居用度，臣已安排妥当。有劳楚大人费心安排。徐大人身上有伤，起居诸事，还望大人多照拂几分。徐大人，本宫虽以清点丛书阁古籍为由，请旨留你在宫，你却不必当真操劳。一应事务，本宫自会安排妥当，你只管安心养伤。太医美人会去为你请脉换药。臣多谢公主体恤。楚大人近日也会留在宫里当值吗？回公主，臣遵陛下旨意，近来宫中另有药物处置，故而需留宿宫中，随时听候上驾传唤。执房不大，但干净。你住东间，我住西间。徐大人，公主心善，看不得人受苦，但本官希望你明白，她是公主，你是臣，分寸要自己拿捏。公主，您到底在高兴什么呀？总不能直说，是因知道楚墨卿这段时间日常住宫里，往后或能常常偶遇，我才这般欢喜。不过是母后生辰宴办的圆满，想来母后心中欢喜，本宫便也跟着舒心罢了。对了，御前与翰林院的执房设在何处？回公主，就在藏书阁西侧偏院。你去库房取些除湿的炭盆，再备2床厚实柔软的锦褥，一并送到西侧偏院的执房去。记得要双份准备，楚大师与徐大师各一份，莫要疏漏了。奴才遵命，这就吩咐工人去库房置办。这批卷宗你整理至今日便可，余下的我来。不必，伤势不重，还能多做些。有人来了，莫不是公主那边？小喜姑娘，回2位大人，这是我们公主特意吩咐的。这是西侧执房背阴潮湿，故而让奴才送来些祛湿的炭火、艾草与厚褥子，好让2位大人住得舒坦些，也好安心当差。公主如此周全，想来是惦记徐大人的伤势，怕潮湿耽误痊愈。有劳姑娘跑这一趟，更谢公主挂夸，臣等铭记在心。多谢公主厚爱，也谢过小喜姑娘。2位大人客气，
炭火夜里莫烧得太满，艾草每日换晒。若还缺什么，只管差人来张乐殿回话。重来一世，我明明该学会放手，可只听闻他留宿宫中，想到脂肪阴冷潮湿，竟还是方寸大乱。上一世楚墨尘奉旨做驸马，两人同处一府。我记得楚墨尘永远宿在书房，哪怕大婚当夜，也未曾踏入寝殿一步。楚墨尘是院堂谨严的，本该青云直上的年纪，却硬生生被圣旨捆成驸马，困在公主府，前程受限。可楚墨卿到最后都以为那酒是我授意的。楚墨卿从不知道，那酒我也是事后才知端倪，甚至来不及拦下。公主，该歇歇了。知道了。都退下吧，本宫想一个人静静。臣楚墨卿见过七皇子。是他，如今他以翰林院修字之身入职御前，正是父皇眼前红人。楚大人不必多礼，来坐。殿下在此，臣不敢逾矩，站着回话便是。此处只有你我二人，无需这般拘礼。坐吧，本王有话想与楚大人细说。殿下有何吩咐，臣听着便是。陛下近日委你重任，让你协同户部核查兵部近3年粮草军饷颇发账目，想必楚大人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吧？回殿下，臣奉旨办事，正与户部官员逐笔核对粮草出入库凭证、军饷发放名册，眼下尚在细致核查之中，尚未有定论。楚修撰行事稳妥，本王是知道的。只是兵部账目牵扯极广，有些细微出入，怕并非你这般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能轻易厘清。本王倒听说户部有几位老役，对陈年旧账最是熟善。若楚修度觉得吃力，不妨寻些懂行的人帮忙搭话手，也好早些把差事了结，免得日后耽误自身前程。殿下费心体恤，臣心领。臣奉旨核查账目，自当亲力亲为，逐笔核验，不敢假手于人，更不敢有半分懈怠，辜负陛下信任。至于差事快慢，臣只求精准无误，不求速成。楚大人倒是忠心耿耿，可朝堂之上，光有忠心远远不够。你不过从6品修撰，若无人扶持，熬上10年20年，也难登高位。本王向来惜才，只要你懂变通之进退，这核查之事如何收场，如何定问，皆可从容。往后内国重臣6部主官也并非遥不可及，何必死守规矩，白白断送仕途？臣出身寒门，能得陛下赏识入仕为官，已是万幸。臣只求恪尽职守，秉公办事，不负陛下所托，不负心中道义。仕途得失，臣从不敢奢求，一切但凭陛下圣裁。好一个不负陛下不负道义！楚修壮果然一身傲骨，本王倒是小瞧了你。世人皆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楚修壮这般执拗，往后在这京城怕是寸步难行。臣只求问心无愧，其余祸福非臣所能御，亦非臣所敢避。他竟半点退路都不留，再僵下去，今日怕是走不出这里。皇妹，你怎么在此？见过七皇兄，言儿本想在藏书阁寻些孤本古籍观看，看着看着竟困倦了，便在此处打了个盹儿。谁知起身时没留神，竟把书都碰掉了。皇妹既是困了，便早些回宫去。
莫要在此处受凉。谢七皇兄关心，言儿这就回。只是想找的那本古籍还没找到，不知被放在何处了。哎，对了，楚大人也在。本宫记得楚大人常来此处查阅典籍，对这些旧藏书目最是熟数，可否帮本宫一起找找？七皇兄怎么和楚大人一同在此？可是有要事相趟，本宫若是打扰，便先离开。并非什么要事，只是路过，听见阁内有声响，便进来看看，恰好遇上楚大人在此办差罢了。那我就黄媚忧了，先行一步。公主要找什么古籍？臣对阁内书目还算熟悉，可帮公主寻来。今日之事，多谢公主殿下。楚大人不必多礼，本宫什么都没做。今日之举虽暂时遮掩过去，日后恐仍有隐患，还望殿下莫要再为臣以身犯险。楚大人言重了，本宫不过是恰巧在此，谈不上什么犯险。臣并非只论今日一事，殿下近来行事多有锋芒外露，宫中人心复杂，稍有不慎便会引火烧身，还望殿下日后凡事三思，谨言慎行。臣很感激公主今日出手相护，只是殿下也该多顾着自己。他还是这般满口谨慎周全，冷静的近乎疏离。楚大人是觉得本宫处处出头，既帮不了别人，还竟给自己添麻烦，对不对？臣绝无此意。楚大人事事周全，处处谨慎，原是本宫僭越了。本宫还要去探望徐大人，便不与大人多叙了。公主怎的突然来了？臣失礼了。徐大人伤势如何？本宫过来瞧瞧。劳公主挂心，臣伤势已好转许多，并无大碍。臣惊扰了殿下，实在惶恐。这脂肪简陋，实在不宜殿下久留。本宫说无妨便是无妨，既然徐大人还在养伤，便好好休息，不必多礼。臣谢过公主殿下。殿下，此处是朝臣职房，人多眼杂，您在此逗留，与礼不合。与礼不合？楚大人口中的礼，倒是比这宫里的规矩还要大。楚大人，本宫在此探望受伤的臣属，乃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倒是大人，您步步紧逼，究竟是在恪守规矩，还是在故意找茬？公主息怒，楚大人想必也是。臣不敢，臣只是觉得此处非殿下该留之地，传出去对殿下清誉有损。臣并非此意，只是殿下身份尊贵，此地多有不便，臣是为殿下名声考量。清誉？本宫堂堂嫡长公主，行事坦荡，何惧人言？不必楚大人为本宫考量，本宫的名声更不劳大人费心，管好您自己便是。徐大人好生休养。公主待人向来温和得体，从不轻易外露喜怒，可唯独在主大人面前，唐谨言会赌气，会较真，也会把委屈全摊开。臣本以为公主次要留宿，是待臣与众不同，原来唐谨言怜臣，却不是那般在意臣。这份关照终究少了些别的滋味。殿下，楚大人还有何指教？臣不是要管束殿下，更不是有意苛责。方才在职房，臣只是担心殿下名声受损，担心你因徐大人被宫中闲人嚼舌根，落半点不好。大人这般思虑周全，处处顾及本宫名声，倒是本宫不知好歹了。楚大人大可不必如此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从不怕旁人议论。倒是大人时时恪守规矩，步步谨慎，何苦还要来迁就我这个不守规矩的公主？臣身为翰林院修撰，身负侍讲辅德、匡正言行之职，殿下安危清誉，臣本就该放在心上。既是职责所在，那楚大人今日也算尽到本分了，往后不必再为本宫这般费心了。殿下，这几册孤本已按轮次归位，
余下的臣明日再来核对。徐大人尚未痊愈，不必勉强。皇命在身，臣不敢懈怠。殿下放心。昭远殿下近来总与徐大人同进同出，看来这驸马之位多半定了。嘘，小声些，可宫里都这么传呢。其实这徐大人虽说是太傅庶子，但是品行端方，才学出众，待人温厚守礼，身世虽不算显赫，如若言儿喜欢，母后也愿意为你做主。母后，儿臣与徐大人真的并无半点私情，外界的流言全是误会。母后知道，只是你也到了适婚年纪，我与你父皇近日一直为你的婚事操心。我已让人罗列了一些世家公子的名册，细细筛选过，皆是品行端正、相貌出众之人。言儿不妨抽空看上一看，或许能遇见合心意的。陛下，长宁宫传来消息，昭远公主已经接下皇后娘娘整理的世家公子名资，应允会细细看看。这丫头总算肯松口了。皇后与朕阴修她的婚事许久，如今肯上世家子弟，也算遂了朕与皇后的心愿。楚爱卿，公主择婿乃大事，皇后整理的名册，你备一份带回翰林院，协同内阁学士加世平才学操苏过往履历，莫出半分差错，务必为朕的昭皇筛出最合适的良人。切莫动心。公主殿下，徐大人怎会来此处？身上的伤可大好了？臣在宫中清点丛书阁典籍，耽搁了些时辰，此刻正要回直房，途经此处，见公主在此，便上前见礼。劳公主挂心，臣身上的伤已无大碍，日常当值并不碍事。晚风渐凉，城墙之上风大，公主千金之躯，还需早些回宫歇息才是。徐大人，你说你们苦读这么多年，一朝入宫，所求究竟是什么？不过是求个立足之本，让在意之人不必再受颠沛委屈，如此便够了。可这宫里，想要守住一份安稳，从来都不容易。公主身份尊贵，自是与臣等不同。尊贵二字不过是困住身心的枷锁罢了。有时我倒盼着能如寻常人一般，不必困着自己，也不必困着旁人。徐大人可知父皇正在为本宫挑选驸马一事？臣略有耳闻。可是，成为本宫的驸马，从不是什么光耀门楣的美事。不光要屈居于公主府下养人鼻息，更意味着此生彻底与仕途割裂，再无施展抱负的可能。本朝驸马不得参政，不得入仕，臣知道。所以，我不愿拿别人的一生来成全一桩婚事，更不能让谁为了我葬送全部前程，困在这牢笼里，一辈子不得舒展。那上面是不是公主殿下呀？好像是的。旁边的是徐边主吧？两人并肩立着，看着可真般配。那是楚大人吗？这么晚了，还要往御书房去？这便是他寒窗苦读的意义，是他该走的路。朝堂之上，家国天下才是他的归宿，不是困在这深宫后院，做一个依附公主的闲人。公主方才说什么？臣未曾听清。没什么，不过是随口感慨罢的。那就选吧，
让自己早点死心，不要再对楚墨卿有半分不该有的念想。张家大公子，武将世家，前途无量，不可。李家少爷才华横溢，一心想要科举入仕，也不可。那便选一个无心仕途，只愿安稳度日的闲散公子，或是家世普通，只求一世无忧的寻常子弟。总之，无论选谁，都不要再误了那个人的一生。公主殿下，陛下传召，请殿下即刻往御书房觐见。知道了。臣见过公主殿下。言儿，先前皇后给你看过的那些世家子弟名册，你可曾瞧出什么心仪人选？儿臣还在慢慢斟酌。毕竟是你一生的终身大事，谨慎些也是应当。朕前些日子让楚爱卿一并调查筛选过，他办事心细周到，这上面几人家世品行皆属上佳。楚大人真是心思缜密，事事周全。为公主婚事尽心，是臣本分。带回宫去慢慢细看，不必急于一时。若有看中的，只管告诉朕与皇后。他越周全，越是在告诉我，今生他绝不会是我的驸马。臣见过公主殿下。徐大人伤势无妨了。承蒙殿下照拂，伤势已无大碍。今日特来向殿下辞行。既已无碍，回去之后也切莫大意，好好将养身子。徐大人，往后在朝中行事，务必多加谨慎，凡事多思自保，切不可太过执拗。若改日真有什么难处，是本宫力所能及的，你只管派人来寻我。劳殿下如此挂心，臣愧不敢当。殿下嘱咐，臣谨记在心。我能凭前世记忆改旁人的命，偏偏到自己这里，半点法子也没有。楚墨卿，公主殿下，白日饮酒伤身，殿下身为金枝玉叶，更当爱惜自身。这般沉湎于酒，与理不合，也伤身体。楚墨卿，你还是这么不解风情，又冷冰冰的。臣只是据实而言，殿下身份尊贵，不该如此放纵。臣奉旨前来，敢问公主，择序名册，殿下可有中意之人？名册之上都是旁人安排的良人，可心之所向，从来不由旁人左右。有些人日日近在眼前，才最乱人心神。公主可是已有意中人，如若不在名册上，臣可据实回报陛下，再做斟酌。楚墨卿，那你觉得本宫该配何人？殿下婚事乃陛下钦定，臣不敢妄议。不敢妄议，还是不想妄议？这满册的世家公子、权门贵胄，在本宫眼里皆不如无物。你告诉我，这世间何人能配得上我唐谨言？殿下醉了。是啊，我是醉了，醉了才会同你说这些，醉了才会指望你能听懂半句。殿下，臣……你不必说，你一开口便是君臣规矩，是家国大义，是臣不敢逾越。楚墨卿，你没有心。这世上最凉薄的，从来不是帝王家，是你。殿下，何出此言？我愿这深宫
恨着宿命，更恨你永远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，永远不懂，也永远看不穿我心底的苦楚，永远都隔着那道遥不可及的距离。陛下，臣先扶你回宫吗？楚墨卿，现在你懂了吗？罢了，懂或不懂都不重要了。明明决定这一世放手，明明决心不再耽误他的仕途，明明说好只做君臣，守他一世安危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一刻表露了这不该有的心意？楚大人，本宫今日确实是喝醉了，刚才所言都是醉话，多有失态，还望楚大人莫要放在心上。还请大人回去复命，本宫会好好翻阅名册，择出人选，总归是要挑一个。为何会这样？罢了，言儿有自己的心思与坚持，朕也不想强迫他，更不愿他就对着一本名册草草定了自己的一生。10天后的皇家围猎，给那几家册子上适龄的公子都下帖，好歹让他见真人，相处几分，再做决定也不晚。臣遵旨。下去吧，此事交由你安排，朕放心。皇家围猎，诸位公子齐聚，公主择婿，一切都在按着常理，按着君臣本分，一步步往前推进。明明说好这一世放手，明明决心不扰他仕途，不困于儿女情长，可我终究还是没做到。两世痴缠，我还是只爱楚墨卿一人。言儿看中哪个，尽管告诉朕。儿臣再看看。微臣侥幸猎得灵狐，皮毛柔软滑贵，可做球衣暖身，特献给公主，愿公主岁岁安暖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，沈将军的公子年少有为，身手不凡。好，陛下谬赞，犬子不过是侥幸，还需多多锻炼。沈公子费心了。沈公子骑射了得，身手不凡。言儿，你也该去放松放松心情，便随沈公子一道入猎场逛一逛。若是看中什么猎物，也好让沈公子帮你猎来。谢陛下隆恩，臣定当护公主周全。儿臣遵旨。沈公子，请。公主请。绵儿，父皇，楚爱卿也跟着二皇子一同入猎场，见识一番弓马骑射。公主，此处林深树密，景致绝志，前方或许有更可观的猎物，臣陪您去看看。好，有劳沈公子。公主平日里可曾来过这皇家猎场？臣幼时随父亲来过几次，这深处的林子常有品相极佳的猎物，只是路不太好走。幼时随父皇来过1、2回，已是许久之前的事了。那臣今日定好好陪公主逛逛。公主请看，是只锦羽山鸡。沈公子剑术精湛，臣不过是雕虫小技，不知公主可想亲自狩猎一番，感受这猎场骑射之趣？本宫不善弓马，就不班门弄斧了。无妨，臣教公主便是，眼前便有现成的猎物。公主莫慌，臣只是教你。沈公子，好剑法！沈公子年纪轻轻，剑术到这般精准，以后定是我大景栋梁之才。谢二殿下密赞，臣愧不敢当。皇妹，
今日猎场之行可还尽兴？有劳皇兄惦记，还算尽兴。既如此，不如两两一组比赛，以半个时辰为限，看哪组猎得更多，也添些趣味。殿下既有此意，臣自当奉陪。只是沈公子与皇妹一组，未免胜之不武。皇妹素来不善骑射，怕是要拖累你。二皇子殿下多虑了，臣定竭尽全力护公主周全，即便公主不射弓马，臣也尽力争取佳绩，不负殿下信任。更何况楚大人本是文臣，想来对弓马之事不甚熟悉，这般分组倒也公平。好，就依沈公子所言。公主无需担忧任何事，也不必动手射猎，臣自会料理一切。您只需放缓马速，跟在臣身侧，若路途颠簸，随时吩咐臣停下。半个时辰后在此地会合，咱们看结果。楚大人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公主可有觉得烦闷，或是想看臣射些别的猎物？沈公子，你想当驸马吗？公主，此言臣不敢妄答。沈公子身手不凡，本是可塑将才，可你若成了驸马，心中当真清楚，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一旦成了驸马，便再不能掌兵，不能入仕，一身才华也只能空耗在这富贵牢笼里。公主所言，臣并非不懂，只是臣不瞒公主，沈家世代从军，满门忠烈，却也落得尸骨无存者无数。到了臣这一辈，父亲便只剩我这一根独苗，家父无论如何都不愿臣再走祖辈那条九死一生的路。上一世，我与楚墨卿成婚多年后的庆功宴上，沈京寒已是威名赫赫的镇边大将军，风光无两。那时我从不知他的家世，更不知他心中这般曲折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前世京城大乱之时，正是远在边境的沈京寒率铁骑赶回，他在宫门前杀出一条血路，稳住了二皇兄的地位，也保住了皇室宗脉。沈京寒本该驰骋沙场，守住江山万里，今生却因我不再困住楚墨卿，反将他卷进这深宫姻缘。你既是家中独子，父亲又一心盼你平安，便更该珍重自身。沙场光剑影，生死难料，功过荣辱到头来皆如尘土。能安稳度日，侍奉双亲左右，未必不是难得的福气。可有些人天生便有凌云之志，心向山河万里，纵是一时被俗事牵绊，一身锋芒也终究藏不住，更不该困在这红墙之内，白白消磨一生。公主怎知臣心中所想？沈公子，你的眼神早已说明一切。沈家将才风骨，岂是区区安稳二字便能困住的？可父亲他……沈公子，你会向你父亲证明，你所求的从不是无畏凶险，而是沈家儿郎刻在骨血里的担当。镇守家国，建功立业，亦是另一种周全，远比困于方寸之地更不负沈家将门，也更能让你父亲真正安心。公主一席话，点醒梦中人，臣定会证明给父亲看，证明给这天下看。沈家的儿子不仅能守得住家宅平安，更守得住江山万里。既已来到靶场，便莫负风光，继续比试吧。臣遵旨。这般身手气度，难怪前世能挽狂澜一记吧。将才风骨，原是藏在骨血里。这金鹿彩头本是我先看中，箭也是我先射出的。二哥凭什么跟我抢？不过是占着嫡子的名分，难不成猎场之物都得让着你？五弟，凡事讲个道理。方才你我同时引弓，彩头中了双箭，何来先后？本宫并非与你争抢，只是不愿你无端强辩。强辩？说到底，还不是父皇心里偏着你，明里暗里都想立你为太子，还指派旁人尽心辅佐。我就连一个彩头都不盼有吗？五皇子息怒，二皇子并非此意，不过是一场彩头之争，不必伤了兄弟和气。不如闭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一个翰林院修诏，仗着父皇几句提点，就敢掺和皇家兄弟的事，再敢多嘴，休怪本王不客气。五弟休得胡言！楚大人是父皇钦定的朝廷命官，你当众折辱朝臣，把父皇之意置于何地？又把皇家体面放在何处？皇家体面，二哥眼里只有你这未来储君的体面吧？不过是个寒门臣子，本皇子就算抽他几鞭又如何？唐潇，你疯了不成？你竟在围场之上
持鞭殴打父皇亲封的朝臣，就为了一个彩头肆意泄愤，眼里可还有礼法，可还有父皇，可有这皇家的分寸？皇妹，此事本是我与二哥之间的争执，楚大人偏要插一脚，我才一时失控，真算不得什么大事。无理争执是你的错，当众鞭挞朝臣更是大错。今日你若不向楚大人赔罪，我立刻回去面见父皇，让父皇来定夺，这到底是不是小事？皇妹，我可是父皇亲子，怎可向一个寒门臣低头赔罪？而且说到底，我二哥还有你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何必为了一个外臣闹得兄妹不和？在我这里，对错不分亲疏，只论是非。你是皇子，更该以身作则。今日不道歉，便是默认自己行凶妄为，到时父皇怪罪下来，可不是一句一家人就能搪塞过去的。是本皇子冲动了，楚大人，对不住。殿下言重了。你的伤口拖不得，此地风大，莫要再耽搁，速速随我返回营地，寻太医仔细处理伤口，切莫感染了。此处有二皇兄处置，我先送楚大人回去治伤。若是此时带着受伤的楚大人过去，定会惹来非议。见过将军，小姐。进去。小喜，守好门户，不许任何人通传打扰。公主，臣……别动，我先给你上药止血，等回去再让人请太医过来诊治。多谢公主，臣感激不尽。今日之事，本宫会如实禀报父皇，定会给楚大人一个交代。公主有心了，武殿下已然失歉，臣不过是皮肉之伤，不必再惊动陛下，徒增纷扰。皇室纷争繁杂，我不愿公主为了我与皇子兄妹失和，更不想此事闹到御前，平白让他夹在中间为难。楚大人倒是大度，哼，旁人都打到身上了，还想着息事宁人。臣不过皮肉之伤，本就不算大事。皇家狩猎本是盛事，若因臣小事闹大，惊扰圣驾，乱了行宫规矩，反倒不是臣该做的事。楚大人果然是个顾全大局的好官，事事都以皇家体面外显，倒是本宫小题大做了。臣不敢。既然楚大人如此识大体，药也上好了，便快回父皇皇兄身边去吧，免得旁人看见，又要多生闲话。臣告退。小喜姑娘，公主方才心绪不创，劳烦你多照看几分。帐内药气有些重，记得开窗散一散，再换支清淡些的熏香，莫要扰了公主休息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原来他待公主以细致至此。五皇子唐萧已被陛下勒令提前结束围猎。白日之事终究还是传到父皇耳中了。二皇兄怜惜楚墨晴无辜受辱，必是将一切禀明了。公主殿下，陛下在御帐等候，请您即刻过去一趟。本宫知道了，即刻便去。父皇。今日围猎，沈将军家的小子伴在你身侧许久，你们相处的还算投契？沈公子温文之礼，儿臣与他不过寻常闲谈，并无过多相处。沈氏世代忠良，那沈公子品行端正，文武兼备，是个可靠的人选。沈公子却是世家子弟中的翘楚，
儿臣今日不过匆匆照面，尚且谈不上熟络。且慢慢相处，不必急于一时，多了解几分总是好的。儿臣明白父皇心意。言儿，父皇不是非要逼你立刻选定驸马，只是你早已成年，朝堂局势不稳，各方势力交错，父皇总要为你寻一处安稳依靠，往后岁月方能无忧。言儿，还记得你芳龄姑姑吗？芳龄姑姑，近年边境部族蠢蠢欲动，朝局看似安稳，实则暗潮涌动。父皇坐拥天下，却唯独怕护不住你这唯一的女儿，怕你终究要走上你姑姑的老路，为了朝堂安稳，远嫁蛮荒之地，此生再无归期。言儿，今日之事你做得不错，身为公主，当明事理，辨尊卑，更要懂朝堂分寸。皇室子弟纵是皇子，也不能凭一己喜怒肆意折辱朝臣。楚墨卿学识才干皆属上乘，朕留他在御前栽培，是为江山社稷留一份根基，往后他是要辅佐明君，安定朝堂的。父皇说的是，没有我牵绊，楚墨卿自会一路坦途，成为父皇倚重的肱骨之臣。可为何心口还是空的发沉？若我从来不是公主就好了，可若不是公主，又怎会遇见他？能遥遥相望，却连一份真心爱慕都不能坦荡拥有。从相遇起便是死局，那便让我一个人隐忍克制退场，不扰他前路，不困他山河。公主何故叹气？不是，夜寒路重，不知徐大人为何也在此处？不过夜深无事，来此静一静心，不曾料到会在此遇见公主。原来如此，夜色寒凉，大人也不宜久留。公主尚且在此，臣又何妨？看公主心绪似有烦闷，若是不便言说也无妨，臣在此安静陪着便是。徐大人自那日从宫中归府之后，可还安稳？劳公主挂念，一切安好。那就好。看公主心绪沉沉，似是心事难解，不知微臣能否为公主分忧一二？分忧？世间纷扰皆是宿命，又何来旁人可分忧？公主可是在为赐婚驸马之事烦忧？今日猎场之上，陛下有意让沈公子与公主相配，公主不曾有过思量吗？那依徐大人之见，沈公子此人如何？沈公子出身江门，品行端正，家世清白，性子温润稳妥，论家世人品，皆是难得一遇的良配。可他若做了驸马，入了我的公主府，再好的少年将军，也再难保有如今这份坦荡自在了。可是，总有人甘愿入局。徐大人可真会安慰人，像徐大人这般寒窗苦读，一朝入仕，前程大好，难道也甘愿踏入我这公主府，深陷困局吗？若是公主，臣甘愿。大人切莫戏言。臣不如沈公子为嫡出，有家世依仗。臣只是太傅府不受重视的庶子，自幼无人倚重，步步艰难。可臣凭一己之力苦读多年，考中榜眼，谋得功名。臣从无半分戏言，这份心意亦不是一时冲动。若能伴公主左右，臣甘之如饴。徐大人，你可知你若是真做了驸马，半生苦读，寒窗所得，还有这来之不易的榜面前程，改日都会尽数束之高阁，付诸流水。臣知道，可比起半生功名，臣更怕此生错过公主。功名仕途再盛，若无想要相守之人，于臣而言不过是空寂一场。纵然一切付诸东流，只要能守在公主身边，臣无怨无悔。若说这番话的人是楚墨卿，该有多好。
可惜，终究不是他。上一世徐廷义走投无路，自刎而亡。若成驸马，或许能脱离太傅府，可那是怜悯，是救赎，唯独不是动心。徐大人，本宫会考虑的。臣静候公主。我那个五皇兄当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本王不过略施小计，挑拨两句，他便急不可耐地去为难二皇子，还鬼迷心窍，持鞭伤了楚墨卿。行事如此莽撞，不计后果，落得被父皇震怒，遣送回宫禁足府邸的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。殿下英明，五皇子鲁莽冲动，本就是颗好用的棋子。那楚墨卿寒门出身，得了功名却不识抬举，屡次不愿归顺殿下。这次也该让他看见朝堂局势，别再站错队。无妨，不过是一个楚墨卿，这朝堂之上，有才之人从不在少数，没有他，自然还有旁人可供本王驱使。殿下可是已有中意的人选？自然有，一个困于身世、空有才华却无处施展的人，心里藏着极深的渴望，只要稍加推波助澜，便能为本王所用。